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呢，又在这里和大家能够见面了。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天的画面跟往常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你们是不是想说我的衣服啊？我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嘛，因为之前穿的都是绿色的衣服，所以可能会有些不习惯，对不对？不是在说衣服的颜色你们在讲这个贫困户代表团，对不对？这个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了。因为我又买了一支镜头嘛，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支镜头。是支什么镜头呢？它就是徕卡的夜神 Noctilux， 但不是现行款的夜神，是老夜神 F1 版本的那一支 Noctilux 第4版。那么今天呢，其实就是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徕卡的夜神。那么说到这个夜神呢，就不得不来讲一下它非常悠久的历史啊。首先呢，我们注意到徕卡它在最近推出了一颗50毫米 f1.2 的 Noctilux 镜头，它其实是复刻了当时1966年徕卡生产的大家所认为的第一颗徕卡的 Noctilux 50毫米镜头。那么这颗镜头呢，因为当时它采用了2片的这个非球面的镜组全部是用手工打磨的，所以说它的价格非常的昂贵。现在哪怕是在二手市场上它一颗镜头的价值可能要达到了一辆豪华的进口小轿车了。那即便是这个复刻版的镜头呢，最近好像在国内这个价格也是炒得非常的高，特别是银色的那个限量版本，据说也是上了好几十万呢。那其实呢，这一颗66年版本的50毫米 f1.2 并不是徕卡制作的第一颗夜神镜头。那么早在1959年呢，徕卡内部的团队就已经测试了一颗52毫米 f1 的镜头。那很可惜呢，当时徕卡的团队觉得它在光圈全开下的表现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一个心理预期的，所以这颗镜头呢并没有被量产。所以呢，真正意义上来讲，那一颗没有问世的镜头它才是第一代的夜神。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颗双飞的50毫米 f1.2 镜头呢，从1966年开始生产到1976年停产，在10年里边一共只产出了1000多粒。这也是因为生产过程当中需要全部手工去打磨这个非球面镜组，导致它的产量呢是比较低的。这也是直接呢让这个镜头成为了收藏家手中的这个得意藏品那么在1976年呢，由我们熟悉的这个 Dr. Mandler 呢推出了50毫米 f1 的第一代镜头。那颗镜头呢，通常被称为是 E58， 因为它的前镜组的这个 filter thread， 也就是装这个 UV 或者是 ND 滤镜的这个卡口呢，是58毫米的。那么随后呢，也是为了提升这个镜头的边缘画质表现，来减少暗角呢，在第2代产品当中把这个58毫米的口径呢改成了60毫米。然后那颗镜头呢，它的镜头盖是有2个金属的这个小物件去卡进去的，所以有2个金属的卡扣。那么这边呢就有一个小故事了。我们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呢，当时也是徕卡的忠实粉丝她经常会拿着徕卡去拍照。那么有一次呢，她拿着这个夜神的2代镜头在使用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她这个衣服给划破了，这怎么行呢？那么徕卡呢也是被迫对这个遮光罩的设计做了一个改进，于是呢便有了第3代的50毫米 f1 的夜神头。那一颗镜头呢，除了在遮光罩设计上做了改进之外，其余部分呢和它的上一代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那随着时间推移呢，徕卡最终决定干脆把这个遮光罩直接集成到了镜头上面，于是呢就有了我手上的这个第4代的50毫米 f1 版本的夜神了。这颗镜头呢，它相对于前几代来讲，因为镜头的镀膜技术上也做了改进所以它的整体的成像上来讲，无论是对比度还是抗眩光等等，包括色彩的表现上，都会比前边的镜头稍微好一些。那这个喜不喜欢要看个人了。我知道呢，有很多人反而是喜欢 E58， 也就是第1代夜神的这种比较富有这个老镜头味道的这个画质表现特别是使用它呢去拍摄一些黑白的照片。那对于彩色照片来讲呢，我觉得无疑这个第4代的 F1 夜神可能会适合一些了。那这一颗徕卡50毫米 f1 的镜头呢，也是在徕卡历史上生产时间最久的这个夜神头因为直到2008年呢，才由这个我们的天才
镜头设计师啊 Peter Carby 呢是推出了我们最广为人知的这个50毫米0.95的最新的夜神头。那这一颗镜头呢，在画质特别是锐度的表现上，对比前面几代的夜神呢是有了质的提高的。可是呢，有很多徕卡的玩家好像还是更青睐于 F1 版本的这个夜神哦。就像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这个 F1 版本的夜神头。为什么呢？因为50毫米0.95 Nautilus 它的整体的成像的感觉呢，和那颗50毫米的 Simulux F1.4 是非常接近的。特别在光圈收缩之后啊，它们给你的是现代镜头的这种刀锐奶化的这种感觉了。而这颗50毫米 F1 的镜头呢，它有着更加 painterly， 就是更加像绘画一样的这种充满艺术感的这种感觉。好，那听了那么久徕卡的历史课呢，我们赶紧来看一看，用这一颗镜头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这里首先要说一下的是，我这个镜头啊，在刚拿到的时候啊，它是有一些胶平面的后移，所以呢，导致我整整3卷的这个胶卷基本上就是作废了。那我还是呢，从里边挑选了几张，给大家看一看夜神的这种氛围吧。不过呢，后来我在把这个镜头做了全面的这个调焦和保养之后呢，重新用徕卡的数码相机 M10P 也是去拍了一些照片，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在数码机上夜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好，话不多说，那我们赶快进入照片部分吧。OK， 那么看完了照片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这颗夜神在实际使用当中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个人使用下来的一些感受那首先呢，这颗镜头它是存在 focus shift， 那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哪怕你做完保养之后，你让它在 F1 到 F2 左右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黄斑对焦精度你把它光圈再进一步收缩呢，它的焦平面还是会有后移的表现。但是呢，当你把光圈进一步缩小到 F4、F5.6 甚至 F8 之后呢，它的景深是可以把这一部分的后移给抵消掉的。那我觉得这颗镜头在使用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会要么就会全开去使用它来达到
最大的进光量，或者说是这种非常魔幻的这种背景的虚化的感觉，要么可能就是把它光圈缩小到 f5.6 之后，让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锐度去拍一些比如说风光之类的，都是 OK 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存在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这颗镜头啊，它虽然比现行款的 0.95 版本要轻了不少，也要小了不少，但是它还是比较重的。当你特别是把它放在徕卡的胶片机上面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怎么说呢，一个整体相机的重心会往前倾的这么一个感觉的。那放在徕卡的数码机上面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机身本身也比较重。另外一点呢，就是当你用夜神去对焦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特别是在比较近距离拍摄的时候，因为它的景深非常的浅，这个对焦会不会非常难对啊？那其实从刚刚的照片也可以看到，如果你能够把这颗镜头调校到比较精准的状态的话，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那甚至我尝试了拍摄在移动过程当中的人物啊，那最后呢也是达到了一个还比较不错的这个对焦精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不用担心。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说会对不上焦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用 Live View 或者是用 EVF 再去确认一遍你的这个对焦的情况。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关于这颗镜头的使用感受以及这个优缺点之外呢，我觉得最后啊，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吧。那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你呢想把这颗镜头作为唯一的50毫米镜头，也就是说你需要它有非常好的锐度，同时呢你又想要很大的进光量来保证夜间的拍摄，再者呢你也很喜欢这种背景极致虚化的感觉，那么我觉得你直接买一颗现行款的50毫米 0.95 的镜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比如说50毫米的 Summicron 或者说是 Summilux， 你想有一颗比较独特的能够拍摄出非常不一样的画面感觉的镜头，这样来讲的话，那这一代 F1 版本的夜神我觉得是更适合你的。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和转发哦。那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徕卡、关于摄影的这个视频的话，就请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